欧利亚斯上线已经2周了，大家对这个角色的评价总体来说是偏不满的，认为这个角色在场上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甚至认为他的被动提供的额外抵抗毫无用处。那么这个角色真有这么不堪吗？他的额外抵抗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如果后面技改加强它，我又希望他能获得怎样的加强 ？Hello， 大家好，这是 K 总。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深入了解欧利亚斯的各项机制，让你对这个角色有更全面的了解。欧利亚斯这个角色最关键机制莫过于他被动提供的额外效果抵抗，就像技能描述中提到的一样，这个额外抵抗呢，并不是直接加在原本的效果抵抗上的，而是会针对技能效果进行第2次独立判定。那么这第2次判定到底是怎样计算呢？根据我接近1000次的实测数据，我现在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告诉大家，第2次判定的公式呢，应该是90%减0.65乘以50%，也就是57.5%。这57.5%呢，就是技能触发概率的最终通过率了。这里除了这57.5%比较重要，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值呢，就是90%。它是第2次判定的固定基础概率，并不会受到技能原本基础概率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技能原本是35%的基础概率，还是50%，还是80%，到了欧利亚斯被动提供的第2次判定这里，都会统一使用90%作为基础概率。所以说的简单一点，欧利亚斯的被动实际效果就是第1次判定得到的最终概率乘以57.5%。这样就可以算出受到欧利亚斯被动影响之后技能最终的触发概率了。我们直接来举一个例子，假设一个53%效果命中的罗网给一个60%效果抵抗的菲莫利安挂上了朱厄，那么罗网一技能原本成功嘲讽菲莫利安的概率呢，就是80%加0.65乘以53%减60%，得出来这个75.45%呢，就是没有欧利亚斯被动影响情况下罗网一技能的触发概率。那么如果欧利亚斯在场呢，那么这75.45%呢，还需要经过一次额外的判定，那么我们就要用这75.45%乘以57.5%，那么得出来这43.38%呢，就是欧利亚斯被动影响之后，罗网他一技能的触发概率了。也就是说，原本高达75.45%的嘲讽概率会被直接压到只有43.38%。所以欧利亚斯在面对这种单段判定的控制类技能时呢，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在面对多段且基础概率较高的技能时呢，效果就相对比较有限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你的效果抵抗明显高于对手的效果命中时，欧利亚斯的额外效果抵抗甚至可以把最终概率压到技能原本基础概率的1半以下。还是用刚才这个罗网举例，如果他这个效果命中依然是53%，但是这次攻击的是一个113%效果抵抗的菲莫利安，那么经过2次判定之后，他一技能最终的嘲讽概率，它的理论概率呢就会降低到大约23.58%。而我当时的实测结果呢是100次成功嘲讽了25次，实测的25%和理论计算得到的23.58%已经非常接近了。这组数据不仅进一步支持了前面结论，就是这个技能触发的最终通过率呢是57.5%，还证实了它这个效果要比这个光直式更好触发。如果大家看过我关于效果命中和抵抗的视频，应该记得光直式是效果抵抗让技能基础概率减半后，剩余的抵抗才会对基础概率进一步造成影响，而欧利亚斯的被动是直接造成影响的，所以触发条件要更为的简单直接，也是为什么这个角色有极大的这个潜力的一个原因，好吧？那么这个角色明明看似很强，为什么人们对他的这个评价普遍都不是很好呢？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除了他这个被动亮眼之外，他这3个技能所提供的帮助实在不多。首先，一技能虽然在这个配合沙朗的时候能发挥奇效，增加对手身上的持续伤害回合数，从而帮助沙朗更顺利的毒死对手，但受限于本身基础概率不高，且角色本身并不适合把命中升高，导致技能效果触发不稳定，无法在对局中稳定提供价值。然后2技能虽然基础概率中规中矩，来到了70%，但目前环境如果没有驱散效果，那么你能成功添加到对手身上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是一个比较鸡肋的技能。最后就是他3技能的这个效果了，也是我感觉最矛盾的一个技能。技能本身的想法是不错，给了他清 debuff 的能力，但无论 debuff 多还是少，用起来都比较别扭。当 debuff 很多的时候，例如对面有沙朗时，就算谍影被抵抗或清掉，他3技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杯水车薪。
清掉3个 debuff 是完全无法满足队伍的生存需求的，只有早死和晚死的这个区别。反之，当这个 debuff 比较少的时候，或者当你这个被动帮他抵抗了大部分 debuff 的时候呢，他的3技能将 debuff 转为持续恢复的这个能力，同样无法得到这个重复的这个展现。很少有那种全员都有3、4个 debuff， 然后你一个3技能扔出去直接吃满技能效果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放不放3技能会成为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要是后续加强这个角色的话，我也希望策划能认真考虑我说的这几点，并针对性进行加强，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几场比较有意思的比赛，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角色。那么第一场比赛的话呢，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欧利亚斯和沙朗这个组合，也是比较好玩的一个组合。那么具体的 BP 呢，我就不过多解释了，因为这是特殊规则嘛，对吧？正规赛季应该是用不到这个规则的，所以这边就直接带过了，好吧？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发展。然后比赛开始后呢，我的沙朗是抢到了先手，然后直接使用了3技能给对手挂了一堆的这个持续伤害。然后我这个克索斯跟进用了2技能，成功增加了这个玄离的 CD， 他就开不出他的这个3技能了。然后1技能点了一下瑞玛丽，然后欧利亚斯的1技能也点了一下瑞玛丽，成功的把他的这个持续伤害的回合数增加了1回合，对吧？然后这边菲莫利安用了一下3技能，但是由于叠音的效果，这些 debuff 都没有被清掉。然后沙朗一个1技能就把满血的瑞玛丽给点走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欧利亚斯和沙朗这个组合有时候会收获奇效，对吧？然后这边他尝试着沉默我的这个玄奇和克索斯，但是效果都不是那么的好，因为这边玄离他3技能是没有开出来的，而且我这克索斯把这个沉默传回去之后，他是一直被封住的一个状态，对吧？这边就开始激活玄离，尝试把玄离带走了。这边1技能点走了玄离，然后欧利亚斯释放他这个3技能，然后成功增加了费莫利安的冷却时间，然后沙朗直接带走了这个费莫利安，对吧？然后剩下一个蝰蛇就造不成什么威胁了。这边用3技能把他推了回去，然后又给他挂了2个持续伤害，这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吧？那么第2场比赛的话呢，就是欧利亚斯的技能还有他的被动得到了充分发挥的这么一场比赛，咱们来具体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发展。那么比赛开始后呢，我的西尔维亚是抢到了先手，但是这边没有选择放3技能，是用2技能给全队添加了免疫。然后他这边沙朗是用了1技能驱散了我队伍身上这个免疫的状态。然后他这边的丹弗里是把这个魔核效果添加在了我玄离身上，但是我这边依旧选择释放我的这个3技能，因为第一我要去限制这个克索斯增加冷却 CD 的这个能力，第二呢，我有蝰蛇可以进行驱散，对吧？而且我是西尔维亚的3技能也没有用，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放出了他这个3技能，好吧？然后他这边开始激活我的这个玄离。然后增加冷却时间，没有用，因为这个玄离的结界已经打开了，对吧？然后这边沙朗使用了他这个3技能，添加了很多的持续伤害，但是我这边西尔维亚的3技能是没有用的，所以也不是特别虚，对吧？然后这边西尔维亚使用了3技能，驱散了所有的持续伤害，然后让全队抢跑了。但是由于这个魔核的效果，他的这个行动进度也很快的追了上来，对吧？然后我开始激活这个沙朗，想尽快把这个沙朗带走，因为他是他队伍里面的这个输出核心嘛，对吧？然后这边欧利亚斯用了3技能驱散了所有的这个持续伤害。我这个欧利亚斯循环起来也是非常的快啊，因为他第一有死神脚步，第二呢，他这个被动触发抵抗之后会给他额外的10%的行动进度，然后这个奋进又会给他10%的行动进度，所以
只要一抵抗就是40%的行动进度，对吧？所以它循环起来是非常快的，它只要一碰它就会往前冲，对吧？然后他这边尝试着单控我的这个旋离，然后我这边是选择用了一个2技能，因为我不想让这个沙朗给我添加太多的毒，对吧？然后1技能打在了这个沙朗身上，然后2技能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然后他这边回血也是回的比较多，这个回血是从我这个欧利亚斯身上偷过来的，对吧？所以这个单服里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这个角色，对吧？然后继续激活这个沙朗，对，然后他一个1技能又触发了这个死神脚步，对吧？然后2技能降低了沙朗的这个命中率，或者说效果命中，对吧？然后继续激活沙朗，然后又触发了死神脚步，然后结界又打开了。虽然被偷走了这个 buff， 但是问题不大，因为比赛已经进入到后期了，护盾量会减少，对吧？所以这边也是成功把沙狼给带走了。然后他这边是把这个魔核的效果安在了我的蝰蛇身上，然后逆鳞一个3技能，没能把这个玄离的防御 buff 给驱散掉，对吧？但是这边无所谓了，我这个西尔维亚用了一个3技能，把所有的低 buff 都驱散掉之后，开始激活这个克索斯，然后一个2技能减防失败，但是这克索斯已经快死了，所以影响不是很大。一个1技能，这个欧利亚斯又跑到前面，然后继续点这个克索斯。他尝试增加冷却 CD 无效，因为结界打开了，然后一个3技能扔出去他就投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智鞘和元气方面的搭配建议了。我第一个要推荐的，也是这个角色的主要智鞘呢，是死神脚步。然后矩阵方面呢，是用浴血加12，奋进加8，然后迅光天际加6。然后我要推荐的第二个智鞘，也是这个角色的次选智鞘呢，是这个月破灵兔。然后矩阵方面一样是用浴血加12，奋进加8，然后迅光天际加6。死神脚步之所以是我更为推荐的智鞘，主要原因还是它能够大幅提升欧利亚斯的循环能力，因为它目前版本这个3技能的 CD 是很长的，有4回合，如果不能更快的去获得回合，刷新它这个 CD 的话呢，那么它的间歇期会过长，在大多数时候呢，就只能当队友的被动跨键去使用了。所以如果有死神脚步的话呢，我还是更推荐大家用死神脚步，如果没有的话呢，你用这个月破灵兔去过渡一下也是可以的，好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刻影方面推荐了。我比较推荐刻影的是这个光之势，因为你是需要它频繁去抵抗对手技能效果去触发这个死神脚步的。而且我发现你右边只要带一个效果抵抗主词条的元气就够用了，把这个效果抵抗撑到140、150左右，它这个抵抗能力就相当的出色了。所以这个光之势还是非常适配它的。然后第二个比较适配它的这个刻影呢，就是这个疏防官了，就直接增加它的坦度了。也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对吧？那么这就是关于欧利亚斯的所有内容了，也是我研究时间最久的一个角色，因为我是希望把其他博主的一些一笔带过或者讲的比较模糊的概念呢，用更详细的数据去证明，然后去呈现给大家，好吧？所以这次花的时间呢也是比较久，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吧，好吧？那么废话不多说了，这里是 K 总，咱们下期再见。